仁爱礁的座滩舰断粮超30天后，菲律宾态度突变，是想明白了吗？17号，菲律宾派出1艘补给船、2艘充气艇，大摇大摆地来仁爱礁挑战中国的海警新规了。面对如此挑衅，中国海警连发2条动态，还原了菲律宾方面强行冲撞仁爱礁、投送补给的整个过程，明确表示，在此期间，中方多次对其发出口头警告。在菲方多次无视警告的背景下，中方依法对菲方船只进行了管制措施，并将其驱离出境。这已经不是菲律宾第一次不顾两国协议强闯仁爱礁了。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，劳烦您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记得长按点赞3秒，给个霸气鼓励，谢谢。1、仁爱礁的基本情况。仁爱礁隶属于我国海南省三沙市管辖，是我国渔民历来的捕鱼场所和避风地，周边出产七星鱼、东星斑、军曹鱼等热带珍稀鱼类。仁爱礁南北长约15公里，东西长约5.6公里，是一个断续的环礁，礁盘上有若干礁门，低潮时露出，因此我国渔民称其为断节或节断。环礁顶部面积51.62平方千米，礁平面积21.37平方千米。仁爱礁大致可以分为南北2个半环，北半环礁盘较为完整，礁盘上生长有大量的珊瑚，活珊瑚的覆盖率约为90%，呈现出典型的珊瑚林景观。南半环相对破碎，断成数节，形成若干个礁门，可以进出30吨级船只。仁爱礁有礁石露出的礁坪，位于西部礁坪的中南端和南礁坪南端，一共有约7、8块礁石，但是块体都比较小。仁爱礁内部有西湖，整个西湖的面积约30平方千米。在西湖的北部有数个不发育的点礁，周围水深在20米左右，中部最深处约23米。浅水区位于南部，水深约10米左右。仁爱礁地理位置优越，它的北部就是里约滩，这是我国南海4大油气富集区之一。里约滩位于9段线内，面积广大，南北长约130公里，东西宽约65公里，水深在200米内。目前该地区拥有天然气约556亿立方米，石油约8亿吨。从地理上看，仁爱礁的西北部是美济礁，二者相距约17海里。仁爱礁东部距离菲律宾非常近，从仁爱礁向东到菲律宾的巴拉望岛仅有200公里。在无形之中，仁爱礁成了美济礁上人工岛的屏障，可以拱卫美济岛的安全。2、菲律宾对于强闯仁爱礁事件作出回应。6月21号，菲律宾发言人就该事件作出最新表态。首先，对于此次事件的定论，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贝萨明强调，菲律宾觉得这次事件并不属于中菲之间的冲突，更不会是武装袭击。菲律宾的8名军人之所以会受伤，可能就是一个误会或者意外。毕竟中方只是使用了砍刀与斧头等，并没有使用其他的过分武器。而外界传言的严重受伤更是子虚乌有。菲律宾的表态很明显，就是想让目前的局势少些关注。既然断定此次事件是意外，也就不会追究责任了。其次，拒绝美国的掺和。1951年，美国就与菲律宾签署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，而且美国也多次强调，这项条约在南海的任何地方都适用，更是包括了菲律宾海岸的警卫队的武装袭击。不过，这次显然让美国失望了。毕竟菲律宾自己都将此次事件定论为意外，更不会去使用所谓共同防御条约。讲到这儿呢，不得不多提一嘴，菲律宾与我国多次在仁爱礁发生矛盾，美国都只是在口头上声援，并没有真正想要掺和进来的打算。而且就在菲律宾强闯仁爱礁的前一天，当地时间的6月16号至17号，美国海军、日本海上自卫队、菲律宾武装部队和加拿大海军在南海开展海上多边合作活动。中菲2国发生摩擦后，另外3国的军队也没有任何出动的迹象，局势一目了然。所以菲律宾这样做，可能也是想要给自己与美国留一些颜面。最后，菲律宾想继续执行之前的君子协议。之前中菲2国在仁爱礁的问题上，2国达成了一份君子协议，内容包括对于仁爱礁，菲律宾只能向其运输食品与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，运送之前更是需要向中国表明。但是后来的小马斯科对于该协议的存在提出质疑。近期贝萨明表示，菲律宾国家海事理事会已向小马克思建议，会继续定期给座滩军舰轮换人员和运送补给。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，他们还提出会在补给前提前通知中国，避免与中国的对立。这一番表态就证明了小马斯科对于君子协议的存在是非常清楚的，之前的质疑就是想出尔反尔的证明。3、
菲律宾的态度突然转变。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，在南海区域的行动力度也越发强大，单靠菲律宾是根本招架不住的。5月19号，我国海警在仁爱礁就已经启动了对于非法坐滩军舰的无差别拦截。菲律宾尝试使用空投进行补给，最后还是被我国海警拦截了大部分。菲律宾尝试了很多办法潜入仁爱礁，最后都被我国海警抓住。中国海警更是将船开到非法坐滩军舰边上，将菲律宾盗窃的中国渔民的渔网物归原主。对于中国的封锁，菲律宾无法向坐滩军舰进行补给，更是断粮了超过了30天的时间。而且菲律宾的坐滩军舰情况非常差，如果遇上海况天气非常恶劣的情况，坍塌侧翻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另外，仁爱礁事件发生后，美国只是口头上对中国进行了谴责，并没有付出实际行动。所以，菲律宾在确定美国不会出手后，外加坐滩军舰的情况也岌岌可危，菲律宾最后也只能转变态度。